原文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天地之间，其犹橐越于？虚而不鼓，动而语出，多闻数穷，不若守于中。欲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之根。先贤何若存？用之不及。白话：宇宙如程序，万物如代码，除了观自在，众生皆可算。世界生态就像风向，季风洋流自有规律。既然万物规律，多闻不如轻修。地球生态的本命在海洋，只要它不死，众生就好活。宇宙运行如同一套庞大的程式，万物的存在都是其中的程序代码。除了主观意识相对存在之外，芸芸众生皆可用宇宙规律来推算。天地之间，万象流转，就像个巨大的风箱，规律推动着季风洋流。而地球生态自有呼吸的节奏与方向。既然万物皆有其理，多听多见，不如静心修行。会发现，地球生态的根本在于海洋，只要海洋不死，众生就会绵延不绝。黄老思想就如同《孙子兵法》，不是纸上谈兵的高论，而是一门可以亲身实践、能够落地的智慧。例如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就如一个点延展成线，线构成面，面又生成体，这是宇宙生成的三阶时空集聚。宏观世界万物以电子、原子、细胞为基础，巨观世界万物则由行星、恒星系、星系所构成。这一切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比喻，而是具体而真实的存在层次。然而，宇宙并非实体，而是意识的虚拟，就像电脑所模拟的虚拟世界。只有当玩家进入时，幻象才得以被观察、被感知。主观意识正是那位玩家，透过微观的交互作用，我们感受到现实，体验情感。而情感与知觉的背后，其实是业力在运作，而业力的本质又与量子纠缠现象有关。因此，天地不仁并非天地对万物的冷漠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天地本身就只是意识的显化。万物如祭祀程序用的刍狗物件，并非真实存在。世间万物皆如程序之中编辑的代码，只是因为意识解读而相对存在。作者或许是一位修行者，至于他是否真正觉悟了宇宙的真相，恐怕难以断言。他口中的天地，更可能指的是世界，而非宇宙。因此，天地不仁，我可理解为自然无情。风调雨顺有时，天灾地变亦有时。气候变迁、洪水旱灾，皆是天地运行的自然结果。但若将圣人不仁解作领袖为实践其远大目标而不仁，那就错了。那样的不仁，是牺牲他人获取功名，与圣人无关，更像是后世暴君之举。若真如此，岂不与毛泽东的残酷现实主义无异？那又怎能称为圣人？回望夏朝末年，长达100余年的洪涝灾害，
也许正是本文作者引用天地不仁这句话的真实动机。当时的大地翻涌，河川暴涨，人心动荡，天象似乎真的不仁。至于圣人不仁，则接近绝人弃义，民夫处资，只是有微妙的差别。前者的时代尚未失德，而后者的时代已至仁义之境。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，才是更接近原作者心意的表述，是说导致偏向自然而不偏向人心，所以才不会导致治道降阶。若偏向人心而导致治道降阶，就成了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也许本文作者之所以引用这句话，正是因为经历过夏朝末年的洪涝灾劫，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，他期盼向后王朝能以道法自然治本，在自然与人心之间更偏向自然，而让人类与生态和谐共生，甚至合而为一。此外，多闻数穷，不若守于中，与其出也弥远，其之弥少，两者意境相似，但层次却有高下之分。前者尚在修习之道，后者已进觉悟之门。因此，我们或可推测，这位作者尚未真正洞悉宇宙的真相。他所言的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多半是引述于更早的觉者之语。那么，何谓不仁？若从表面看，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这似乎才是真正的不仁吧。若将世间所有的灭霸加总起来，恐怕也难以与佛陀相比。然而，佛陀的不仁是出于真相觉悟，所以他说：“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”众生并非真实存在，在觉者眼中，一切皆为意识的显化，幻化而生，幻灭而空。真正的终别在于如何灭度。佛陀的灭度是行菩萨道，以不住相的清净心，影响无数微观世界的无限演化趋势。无数复杂混乱欲望纠缠的污浊世道，透过菩萨道的不住相布施，能重新归于清净太平。这样的不仁才堪称圣人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若这句话真是真理，那必然出自觉悟真相者之手，因为整个宇宙本就是意识虚拟而成，所以佛说、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众生并非真有其情，而只是意识的相对解读。因此，唯有菩萨不住于相而行布施，方可称为圣人不仁。若将不仁理解为在灾难中无情，那变成了暴君与昏君的作为，与圣人之道天壤之别。所谓不住相布施，之所以能得无量福德，是因为这种行为能创造无量无边的清净微观世界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略个积散公式来换算福德。福德等于影响人数乘不住相布施，再乘无量无边无数众生。所以，关键在于不住相布施。若无人行此无为法，则福德终究为零。让我们更进一步探讨不仁的真正含义。试想，人工智慧在模拟无数盘围棋，这棋局中的每一颗棋子，难道都有自己的意志吗？
城市是无情的，这就是不仁；棋局是无情的，每一颗棋子也是无情的。然而，当玩家进入其中，观察某一盘棋的某一阶段，他会思索这一步该怎么下。就在这一刻，棋局变得有情，棋子也变得有情。它们不再只是代码与符号，而成为被意识所关、被情感所解读的存在。这盘棋就犹如历史，这颗棋子就犹如人生。对于解读这盘棋的玩家而言，他们都是有情的。夏代以道法自然治理天下，夏朝以道治为主，到晚期逐渐转向德治，而夏后朝则以德治为主，到了晚期便倾向于仁义。这是一个从道法自然转变为道法人心的过程。道治是道法自然而偏向自然，德治是道法自然而偏向人心。作者身处夏后朝初创之时，他所追求的正是回归于夏朝的道治，道法自然而偏向自然，就是所谓不仁。总而言之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这句话可以有上、中、下三种层次的解释。上等之解是以觉悟真相之心观之，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明白一切本空，万物皆幻。中等之解是以公心而观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，以无私之德，顺应自然之道。下等之解则以私心而行，那便是帝王之术，视百姓为牲畜，为韭菜，为人矿，对牲畜仍有怜悯。类道法制度视韭菜仍为生命，类道法私欲，但人矿却是彻底的物化，类道法仇恨。可惜3000年来，中国的多数帝王都停留在这最下的一层，